我出差回来啦，老公，我妈呢？妈，你怎么住在杂物间？下次你妈来，提前说，不然让邻居知道我们有这种乡下亲戚，多丢人！你再说一遍。下次你妈来。行了，我妈也是为我们好。咱们这小区住的人毕竟都非富即贵，丈母娘以后来还是住酒店吧，不然每次事后都得找保洁打扫消毒，烦死了。还有，这种乡下东西就别往家里带了，全是细菌。对不起，小念，妈给你们丢脸了。夏念，你刚回来要去哪儿？饭还没做呢。沈杰，我妈住杂物间，也是你的意思吗？都是房间，怎么不能住？杂物间能住，你怎么不让你妈住？哎，你什么态度？儿子，你看他。夏念，你这话有点过分了。开门！这套房是我妈全款给我买的分房。乡下人就是没教养。对不起，小念，妈给你们丢脸了。既然你们怕别人知道有乡下亲戚，那就别住乡下人买的房子。你好，我要卖房。念啊，你怎么下来了？天都快黑了，外面不安全，赶紧回去。妈这次来不打招呼，确实是妈考虑不周了。你婆婆跟女婿是城里人，爱干净，这2000块不脏，你拿回去，去超市买点粽子，妈记得你爱吃。妈，您跟我回去。不去不去，妈这就走了。7点的车，你快上去吧，别跟沈杰吵架。妈，别跟来，跟来妈就和你生气了。妈，我会给你找回公道，以后不会再犯蠢，让您为我受委屈。动作快点儿，这间房得重新收拾。宁宁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你们今天把我妈赶走，就是因为沈宁要来是吗？谁赶她走了？哼，不是给她留了一间房吗？杂物间没有窗户，放张床就转不开身。我妈年纪大了，腰不好，睡这种地方根本受不了。哼，受不了就少来呗。乡下地方的人住惯了土房子，还讲究这些。这杂物间不比乡下的土房子好多了。这房子是……夏念，你够了啊！不就是让你妈住了几天杂物间吗？那又怎么了？你会让你妹妹住杂物间吗？那你想怎样？让宁宁带着孩子睡杂物间，孩子才3岁，你忍心？你不忍心让他们住杂物间，就忍心让坐了7个小时大巴，提着几十斤特产来看我的妈妈住那种地方。哼，宁宁是我们沈家的人，住自己弟弟的房子，天经地义。至于你妈，几十岁的人了，还厚着脸皮住女儿女婿的房子，说出去都让人笑话。我们沈家可丢不起这个人。当初为了让我妈全款买这套房，他们全家轮番演戏，
承诺会留个房间给他养老，现在他连偶尔来看看我，住一下本属于自己的房子，还要被嫌弃。天底下哪来的这样的道理？你们！哎呦，肯定是我宝贝宁宁来了。妈，哥。哎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甜甜想不想外婆啊？外婆特意给你腾了个大房间。哎呦，甜甜可真可爱，慢点跑，别摔着了。沈宁的孩子弄脏地板是可爱，我妈妈穿着过年才舍得穿的干净衣服，在她眼里却是脏。每年妈给我做粽子，都是自己专门打的枣子，再清洗晒干，一年都舍不得吃。她坐了7个小时的大巴，一路把这袋粽子护在怀里，结果沈杰连看都没看一眼就扔了。妈，这是你给我的心意，我不浪费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夏念，你吃错药了！超过3岁的孩子吼什么吼？嫂子，一张相片而已，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的吗？看把孩子吓的。一张相片而已。对啊，不就是一张相片，值几个钱啊？可我爸已经不在了，这张千家福是最后一张。行了行了，毁了就毁了，你发这么大火有什么用？甜甜又不是故意的。再说一家人过日子哪有不磕碰的？你非要搞得鸡飞狗跳才满意？一家人，在他心里，只有他们自己才是家人。我妈是外人，我也是。念啊，妈妈已经坐上回老家的车了，你一个人要好好的，也别因为妈跟小沈吵架。你看看你，一张相片而已，至于掉眼泪？真是矫情！行了妈，别说了。我怎么不能说了？他那个妈一来，家里就没消停过。真是有什么样的妈，就有什么样的女儿。夏念，你去哪儿？最后一班车早就开走了，妈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到家了吧？这个端午，我终究还是没能陪她过。妈，今天晚上的末班车是123块，为了省那80块钱，妈居然要在车站蜷缩一宿。妈，念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您不是发消息说在车上了吗？妈想省点钱，坐晚上的车贵，早班车便宜。嗨，没事儿，只是在车站将就一晚上，就能省下80块钱呢，挺好的。80块钱，妈给我买房的时候80万，眼睛都没眨一下。妈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干啥呀？你在城里住，花钱的地方多，妈帮不上你，但也不能给你添麻烦呀。妈，哎呀，妈真没事儿。你看，这车站有灯，还有保安巡逻，安全着呢，还比家里敞亮。妈，你这辈子吃了10分苦，能说出来的不到1分，剩下的9分都自己咽下去了，何苦呢？小时候家里穷，我爸走得早，妈一个人拉扯我，农忙趁下地，农闲时去镇上找活干。可她从来没让我穿过1件脏衣服，吃过1顿冷饭，
后来我结婚买房，第一件事就是接他来城里。妈不去城里住，院里的菜该交了，我也坐不惯那电梯。我知道，他是不想给我添麻烦。我婚后，他还固执的每个月给我打2000块钱，就害怕我手里没钱，会被婆家瞧不起。妈，起来吧。去哪儿？你别管，跟我走。沈杰他们一家人现在正睡在我妈省吃俭口买的房子里，却嫌我妈脏。好，既然这房子让你们住得这么理直气壮，那就看看没了这套房，你们沈家的体面还能剩下多少。你好。娘，妈不用住这么好的房间，妈在车站凑合一宿就行了。妈，给你花的钱都是该花的。给我开一间豪华大床房。好的，女士，稍等。妈，您光给我买房就花了80万，女儿现在有能力了，您就让我好好孝敬您一次，行吗？妈，您今晚好好休息，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。那你呢？你回去不会跟他们吵吧？不会，您放心，我不吵。跟那一群畜生没必要吵。不吵就好，只要你过得好，妈怎么样都行。赵姐，房子价格多低都无所谓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新房主要7天内入住，让沈杰全家立刻滚蛋。念啊，别跟女婿吵架，好好过日子。妈，您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赵姐，房产证我带来了。小夏，你这套房子地段好，学区也好，现在市价至少220万，短期出手真不划算。我只要200万，3天内必须有人看房，越快成交越好。看房也这么急？急。行，我把条件都更新上去，这个价格保准抢手。哟，还知道回来啊？昨晚夜不归宿，也不知道去哪儿野了。你看看他，越来越嚣张了，大晚上跑出去不回来，谁知道干什么去了？妈，您少说2句吧。我少说？你老婆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之前让她去给甜甜倒杯水都不乐意，甩脸子给谁看呢？熟知一下二手房交易事项，然后该收集的证据也可以动手了。念啊，这是妈给你攒的80万嫁妆，你拿去付首付，房子写你的名字，这是你的婚前财产，记住了。当初买房，妈把攒了一辈子的80万转给我，特意发了条语音，我存了5年，没想到在这儿用上了。夏念，你出来给妈道个歉。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昨天你当着孩子的面发火，把甜甜吓哭了。妈说你2句怎么了？再说了，你妈来之前不打招呼，住杂物间又不是没地方住，你倒好，甩脸子跑出去1晚上不回来，你让妈怎么想？这个男人，当初追我的时候，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我看。阿姨，您放心，以后您就是我亲妈，我一定好好孝敬您，
好好爱夏念。可现在呢？他把我妈的粽子扔进垃圾桶，说乡下东西全是细菌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行，我去道歉。这就对了嘛，一家人有什么过不去的？妈，对不起。知道错了。我不该在您赶走我妈的时候发火，不该在您外孙女毁掉我全家福时候生气，更不该让您觉得我矫情。嫂子，你这道歉听着怎么阴阳怪气的呀？那你教教我，怎么道歉才不阴阳怪气？行了行了，别在这假惺惺的，赶紧去做饭，甜甜都饿了。您说的对，我确实不该假惺惺的。既然大家都住得不舒服，那就别住了。夏念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打算把这套房子卖了。你说什么？这套房子是我妈全款买的，登记在我的名下，是我的婚前财产，我有权处置。你疯了！卖了房子我们住哪儿？那是你们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妈妈，我们现在就回家吗？我还想在奶奶家再玩几天。不玩了，乖，听话。嫂子，你是认真的？夏念，你别冲动，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。我妈说话是难听了点儿，但咱们到底是一家人，至于闹到卖房的地步吗？第一，你说一家人，那你妈骂我扫把星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吭声？第二，你说好好说，我好好说的时候，你听了吗？第三，你给我妈住杂物间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她是一家人？你少在这儿胡搅蛮缠，给她住杂物间怎么了？那是我们家看得起她。你们家这房子是谁出钱买的？你出过1分钱吗？你怎么说话的？我儿子娶了你，你的就是他的，这是夫妻共同财产。那你得问问法律答不答应。妈，我不活了！哪有这样的儿媳妇儿啊！你别拦着我！夏小姐，有买家看中房子了，全资200万，今天就能签约，你来不来？来，我马上过去。夏念，你真的要卖房子？这可是我们的家。沈杰，你还记得你写的保证书吗？白纸黑字写着，婚后和父母分开居住，尊重我的意愿。什么破玩意儿？写了又能怎样？你嫁进沈家，一切就得听我们的。撕得好，可惜这是复印件。刚才您撕保证书的视频，加上您之前羞辱我妈的录音，我们法庭上见。妈，夏念，你今天要是敢走，就别再回来。签约顺利，200万全款，7天后到账。50万给妈妈养老，50万存定期，剩下的100万买一套写我和妈妈名字的房子。这5年婚姻像一场大梦，我一再隐忍，却让我妈住杂物间，在车站蹲着过夜，连她带来的粽子都被扔进垃圾桶，我受够了。师傅，去高铁站，我要回老家陪我妈过端午。妈，念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说要加班吗？骗您的，我不加班，我回来陪您过节。那女婿那边，你这样回来，他会不会不高兴？你们是不是又吵架了？念啊，过日子别总较劲，你们小家要紧，妈一个人在家能过。
是不是他找你？你快接，别因为妈耽误你们。妈，今天谁的电话我都不接，我专门回来看您，陪您包粽子，陪您吃饭，陪您过端午。你这孩子，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，家里什么菜都没有，就这些粽子。有粽子就够了。不是这么包的，叶子要叠紧，不然煮的时候散了。妈，住杂物间的事儿，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都过去了，还提他干啥？过不去！您坐大巴来给我过节，结果睡那样的屋子，受委屈。我这不是也好好的吗？你成家不容易，我不能总给你添麻烦。您不是麻烦，您是我妈。您这些年给我打钱，给我买房，自己穿旧衣服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用，可到了我那里，嫌您的粽子脏。他们也有对我好的时候。妈，你撒谎！念啊，妈不是想瞒你，妈就是想着你嫁过去不容易，沈杰夹在中间也难，你婆婆年纪大，嘴上厉害点儿，我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妈受点委屈没啥，只要你日子好，可我的日子一点都不好。妈，您以为您忍着就不会拖累我？可他们就是看准了您会忍，才敢一次又一次欺负您，也欺负我。是不是妈那天不该去？要不是妈突然过去，你们也不会闹成这样。念啊，妈以后不去了。真的，妈就在老家待着，你别为了我跟沈杰闹。不是您的错，真正该走的不是您，是那些占着您的房子还欺负您的人。什么？我的房子？当然，那套房子是你拿出80万给我买的，婚前财产写在我名下，那也就是你的。可这些年住的最理直气壮的是沈杰的妈，是沈宁，是甜甜，是沈杰，唯独您这个真正出钱的人，去了却只能睡杂物间。妈没想要什么房子，妈就想你过得好。我知道，所以我现在要把日子过好，不是继续忍，不是继续哄他们，也不是让您再低头。妈，我和沈杰过不下去了。夏念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房子你真卖了？谁让你卖的？你凭什么不跟我商量？夏念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你把沈家的根都卖了，那是我儿子的家，是我们沈家的家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买家是谁？合同签了吗？钱到账没有？还能不能退？你现在马上联系中介，就说不卖了，违约金多少我来想办法。他没有问我为什么回老家，没有问我妈受没受委屈，甚至没问他一个人坐车回乡下安不安全。他最关心的只有钱和合同。合同已经签了，买家是全款，钱会按约到账。到账？钱到账了，多少钱？你卖了多少钱？夏念，你别想把钱一个人吞了。那房子我们住了5年，我也出了力，凭什么你说卖就卖？您出的力是把我妈赶去住杂物间，还是把她带来的东西扔进垃圾桶？你少拿你妈说事儿。她一个乡下人，住哪儿是我家的安排。那房子我住了5年，就是我的家。你卖房经过我同意了吗？房产证上有您的名字吗？没有又怎么样？沈杰是你老公，夫妻一体，你卖夫妻的房子就是违法。对，这房子是婚后住的，怎么能算你一个人的？赶紧把中介电话给我，现在退还来得及。念啊，这卡里是80万，你拿着在城里买套房子，有了根，你也有底气。那套房子是我结婚前用我妈和我个人积蓄全款买的，登记在我名下。它不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更不是你沈家的根。我不管，我明天就去中介公司闹，躺在门口告诉所有人，你这个儿媳妇有多不孝。您可以去，合同已经生效，您闹的是买家的场子，到时候谁报警谁负责。沈杰，你娶的什么女人啊？她要逼死我呀！我今晚住哪儿？她这是要把我扔大街上啊！夏念，别闹了，那是咱们的家，你把房子卖了，我妈怎么办？沈宁和甜甜回来住哪？咱们的家，他嘴里的家，没有我的委屈和我妈的眼泪，只有他的家人和房子。沈杰，你现在最担心的是我，还是你妈今晚住哪儿？他当然担心他妈，我是他亲妈。够了，夏念，
我妈说话是难听，可你不能这么狠。你让我在我妈面前怎么抬得起头？你想抬头可以自己买房住，她是你的妈，不是我妈。夏念，我们是夫妻。很快就不是了。我要离婚。你敢离婚试试？夏念，你别后悔，卖房的钱你必须拿出来，你立刻给我回来。念啊，妈，我已经决定好了。儿子，夏念竟然真的要离婚，我要去找他。儿子，妈，大早上的吃这么丰富啊？不多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尝尝，还是那个味道不？嗯，好吃。念啊，好像是他。妈，我去。夏念，你为什么又不接我电话？不想接就不接。你是不是早就算计好了？卖房、离婚，你一步一步都安排好了是吧？你回来陪你妈过端午是假，躲着我们把事儿做绝才是真。离婚协议你看清楚。第一，我们双方没有共同房产，那套房是我婚前买的，登记在我名下，首付款和全款来源是我这边，售房款自然归我。第二，婚内日常存款各自名下各自处理，我不查你的工资卡，你也别惦记我卖房财。第三，我们没有共同债务，没有孩子，尽快去办理离婚手续。5年夫妻，你跟我算得这么清，夏念，你真狠！算得清？没你算得清！你觉得房子是你们的，就占着房子把我妈撇得一干二净，完全忘记房子是打哪儿来的。甜甜拿彩笔毁了我爸最后一张全家福。沈宁说孩子不是故意的，你也让我别计较。那时候你有没有想过，那是我爸留给我的最后一点念想？你非要把所有事都翻出来讲吗？斤斤计较。夏念，我妈年纪大了，说话难听点，你就不能忍一忍？沈宁带孩子回娘家住几天，又不是外人。甜甜才3岁，你跟一个孩子计较什么？念，对，我以前就是这么忍的，所以你们才觉得我的房子可以理所当然变成你们沈家的。那也是我的家。不是，那是用我妈半辈子省下来的钱给我买的婚前房。你们住了5年，不代表她姓沈。你现在把房子卖了，钱也拿走，还要离婚，你让我和我妈住哪儿？你有没有想过我们？你和你妈住哪儿，跟我无关。夏念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我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从你们把我妈赶出门那天起，沈家的住处就不该再压在我身上。念，如果真过不下去，就别为了妈受第2次委屈。听见了吗？连我妈都不劝和。夏念，你非要这样，一点余地都不留。余地我给过。你婚前写的保证书我有扫描件，我妈当年给我转账的记录我有，房产证、售房合同、到账记录我也都整理好了。签字吧，我们都体面一点。我不会签，你别以为你卖了房就能甩开我。5年夫妻，不是你一张纸说散就能散的。你不愿意签也没关系，那就按法律程序走好了。你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通知。夏念，这是你逼我的。大家都来看看啊！夏念背着我卖了婚房，现在还要逼我离婚。哎呦，大伙儿快来看看哦！这个不孝儿媳要逼我这个老婆婆睡大街哟！怎么啦？老夏家女儿要离婚？念，妈不用怕，看我的。念啊，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吵架的？房子卖了就卖了，钱咋能一个人拿着？就是，沈杰一个大男人被你逼成这样，以后在亲戚面前还怎么做人？别一时冲动。大家给我评评理啊！我这把年纪了，住在儿子媳妇家里，
伺候他们吃，伺候他们喝，到头来他夏念居然背着我们把房子卖了，现在卖房款也不肯拿出来，还要逼我儿子离婚，这是要把我这个老人往绝路上赶啊！夏念，这事儿你做的确实不地道，婆婆都哭成这样了，你说句话呀！就是住了5年，也是夫妻共同生活的地方，怎么能说卖就卖？口说无凭，大家可以亲眼看看。证据大家都看好了，这套房是婚前财产，我妈全款出资登记在我名下，沈家免费住了5年，不等于房子就变成沈家的了。这法律归法律，情分归情分。他跟你过了5年，你们来也有感情的吧？你非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，保证书那种东西不过是结婚前哄你开心的，你现在拿出来当证据，有意思吗？婚后与父母分开居住，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我的婚前房产。沈杰，白纸黑字，红手印还在。你说是哄我开心？什么保证书？这种破纸也想压我？我告诉你，夏念，这房子我儿子住了就是沈家的。你妈一个臭乡下人，凭什么来我家摆谱？啥？臭乡下人？少乡，乡下人怎么了？乡下人低你一等啊！我那是气话，谁家婆媳不吵2句？火上头的话，大家别信，他故意录音害我。你可以继续狡辩，证据我都保存着，可以留着法庭上面。夏念，你别以为发这些就能吓住谁。房子卖了，咱们罐子破了，交房也不一定能顺利。你要是真敢把我妈赶出去，我就不搬，看谁耗得过谁。买家已经全款付清，谁阻拦交房，谁承担巨额违约责任。你们要是继续站着不走，我立刻报警起诉追责。不信，你们就试试。夏念，你真要把事情做绝？从今天开始，别再拿夫妻情分和老人眼泪压我。房子、钱、离婚，我只按证据和法律走。该说的理我讲完了，现在不是我夏家的人都出去。你们别走啊！我数3声，再不滚，就别怪我乡下人不讲情面了。3、2。夏念，你疯了！滚下去！你们以后再敢来我妈这里闹事儿，我直接扫把伺候。念呀，你没事吧？从没有这么好过。夏小姐，买家夫妻明天就可以入住，您尽快回城，把个人物品清出来，验房，交接钥匙。好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夏小姐，可算把你盼回来了。买家连催得火上浇油，人家是全款，孩子急着入学，合同上的交房时间1秒都不能拖，违约金可是按天算的。我知道，赵姐，我今天就是来彻底清空个人物品。你老公和他妈今天早上把门锁撬了，你一个人上去行吗？要是他们闹得厉害，你直接报警。这房子现在已经签了买卖合同，交付不了，违约责任可全在你身上。放心吧，今天这房我收定了。夏念，你休想动这屋里一根针！你背着我们把房子卖了，拿了那么多钱，就想把我们像垃圾一样扔出去，没门儿！我儿子娶了你5年，工资全贴在这个家里，卖房款必须分我们1半，不给钱我就死在这儿，看谁敢赶我走！夏念，你真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？沈先生，合同已经生效，买家全款付清。今天必须清点个人物品，准备交房，请您配合。夏念，我承认我妈之前有些话说得重了，但她年纪大了，你突然卖房，她一时间去哪儿住？你至少得给她1个月时间找房子吧？找什么房子？这是我儿子的家，凭什么让我走？夏念，你要赶我，就从我身上踩过去。1个月，
合同上的交房日期写得清清楚楚，买家孩子等着报名，人家凭什么赔你们号？违约金的事情，我以后会想办法解决。以后你拿什么解决？看清楚了，逾期交房按天计算违约金。今天你们阻拦交房的录像、通话记录，我都会提交给法院。谁阻拦，这违约损失就由谁承担。赵姐，麻烦你再跟买家确认一下，如果今天无法顺利交房，他们的态度是什么？买家明确表示，如果不按时交房，他们会立刻起诉追究违约金，连同他们临时租房和孩子无法入学的损失，全部由你由阻碍交房的实际责任人承担。夏念，你一定要把家事闹到法庭上吗？从你们霸占我的房子、虐待我妈那一刻起，这就不只是家事了。我今天只带走我的东西，你们要是再拦着，我就立刻报警，让警察和物业来见证。谁敢动？夏念，今天你要么给我房子，要么给我钱，不然我跟你拼了！夏念，东西可以慢慢收，但今天你走不出这个门。夏念，你今天要是搬走，这个家就真散。大家来看看啊，儿媳妇要赶亲婆婆走，我伺候他们这么多年，连个落脚地都不给我留啊！这房子就算写你名字，也有我们沈家的份儿，沙发家电都得留给我，还有我儿子这些年挣的钱，你别想独吞。妈带来的东西脏死了，你妈那个穷酸样也配做主？赶紧滚回乡下！还要继续喊吗？早上的罪还没受够，我这儿还有你撕咒证书、亲口承认赶我妈的录音，要不要再放一次？夏念，你够了！好了好了，都散了吧。你碰我一下试试，我立刻就报警，让警察看看你们强占房屋算不算寻衅滋事。妈，你怎么又跟嫂子吵？哥，你也不劝劝。宁宁，你嫂子要卖房赶我们走，你赶紧让你哥想办法。夏念姐，你真要卖房吗？那天我以为你只是吓唬吓唬我妈，这房子卖了，妈住哪儿？总不能让她睡大街吧？就是，你和你哥得出钱给我租房，以后甜甜来也得有地方住。什么？我出钱？凭什么？你是我女儿，出点钱怎么了？你哥手里没钱，你先拿1年的房租。妈，我只是偶尔带孩子回来住几天，凭什么要我掏钱租房？我自己的家不用花钱，孩子不用上学吗？白眼凉！平时回来吃我的住我的，现在我没地方住，你倒装起穷来了。那这里本来就不是你的房子，是你非要把人家妈赶走，现在闹成这样，凭什么让我兜底？都别吵了！夏小姐，我带买主夫妻上来了啊。好，直接上来吧。夏念，真卖了？合同签了，定金首款已到账。今天要是无法验房导致违约，所有损失一笔笔都算在你们头上。这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谁造成违约，谁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。儿子，他吓唬人的吧？哪有卖这么快的？阿姨，交易真实有效，买家全款。如果你们阻拦验房或拒不腾退，我们会走法律程序。买家发消息了，问今天能不能清空。儿子，你真收拾！我们住哪儿啊？先收。但是房子你卖，我拦不住，可我妈不能没地方住。你先拿一笔安置费出来，给她租房。安置费？还是儿子对我好啊。夏念，房子卖都卖了，我也不跟你争那一半房款了，但我妈总得有地方住。你手里有全款，先拿20万出来算安置费，给她租个房子养老。对，我在这住了这么多年，伺候你5年，你说赶就赶。你要求我支付沈母20万安置费，用于她租房养老，否则你不配合搬出交房，是这个意思吗？确认一下，我发给你。你别乱写！我什么时候说不配合交房了？夫妻之间商量2句，你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？你也知道这是房屋交接现场，买家在等。你刚才那句话是商量还是威胁，你心里最清楚。请进。夏小姐，你们这边怎么还没清完？这么耽误我要收违约金了。李先生、陈小姐，
这套房子打的折扣特别大，所以需要你们演一场戏。你们也了解到了原房主的家庭情况有些复杂。没问题，对付渣男恶婆婆我最有一套了。赵姐，你放心，软的不行，我还有这招。你们这些人合起伙来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！这是我住了几年的家，你们说收就收。阿姨，我们是全款合法买房，合同和交房日期写的清清楚楚，你们内部的事儿别影响我们入住。沈先生，合同上有你作为共同居住人配合搬除的签字确认，再拖妨碍责任你跑不了。不搬你就等着吃官司。再在我新家乱闹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赵姐，关门，放我老公！妈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妈，走吧，这里已经不是咱们的家了。哎呀，我的家呀！都进来吧。夏念，你做人这么绝，你迟早会遭报应的。遭报应的，现在恐怕另有其人。走吧，我带你们参观参观卧室。好啊，请进。天哪，这采光也太好了吧！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验收交房吧。没问题，这房子我太满意了。没用的东西，连个房子都保不住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废物？房子已经交了，离婚协议我重新打印了一份，婚后共同收入部分按明细折算，其他各归各。沈杰，这是我给你最后的体面，要么现在签字，明天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，要么我们法庭上见，到时候你的工作保不保得住，自己掂量。我再找人问问。夏念，5年婚姻，你不能说断就断。你要问什么？问问房款的事儿，问问协议有没有问题。可以，但明天中午之前给我答复。买家已经验房，这房子和你彻底没关系了，离婚也别再拖。你现在真是一点情面都不留。我的情面，早在这5年里被你耗得一干二净了。夏念，你就这么狠心吗？还是说在试探我？夏念，夫妻5年，我总该分点辛苦钱吧？我住在那里5年，家里水电物业也有我出的，难道一点补偿都没有？水电物业是共同生活支出，已经消费完了。以前是我蠢，但我可不会一直蠢下去。你要继续谈房款，我就继续留证。你也可以去问律师，问亲戚，问任何人，只要结论能推翻这些证据，我坐在这里等你。我妈现在天天骂我没本事，沈宁也不回去了。你把房子卖了，所有人都乱了。夏念，我们真的不能再试试吗？我以后不让我妈住进来，我也会对你妈好的。你现在想挽回的不是我，是你失去的房子和安稳生活。夏念，你会后悔吗？我只后悔离开的太晚。请88号到3号窗口办理登记。双方都是自愿离婚，协议内容都看清楚了，无异议。先生，夏念。
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吗？到这里了，别再浪费彼此的时间。前面的快点啊，后面还排着队呢。有争议可以去外面协商好再进来。下一位等很久了。我原以为自己会手抖，会想起这5年的真假温情，可真的坐在这里，我心里反而空出来一大块，像一间终于搬空的屋子，窗户打开，灰尘散尽。先生，到您了。夏念，我以前真的不是故意让你受委屈的。是不是故意已经不重要了。先生，请签字。我解脱了，手续办好了，你们的婚姻关系正式解除，证件收好。夏念，对不起。这3个字来得太晚了，晚到我妈在车站角落里冷得蜷缩了一夜，晚到那张全家福再也擦不干净，晚到婚姻已经在刚才那枚印章下断得干干净净。沈杰，这句话我已经不需要了。第一次，我不用再向任何沈家人交代去处，也不用在手机震动时提心吊胆地去想借口。从今天起，我只为自己和妈妈活着。女士，按照您的要求，确认将50万转入您母亲的专属养老账户，另外50万办理定期存款，请您核对一下信息。没问题，辛苦你了。念啊，你在忙吗？妈刚在后院喂完鸡，想问问你早饭吃了没有啊？吃了，妈，我在银行办点事儿，等办好了再跟您说。啥事儿啊？你可别乱花钱，妈在老家花不了几个钱，钱你留着自己用。不是乱花，妈，我把您的养老钱都单独存好了，以后按月给您支取。这次您必须听我的。好，妈这次听你的。这200万是我妈攒了半辈子的底气，也是我从沈家那堆烂账里硬生生切出来的退路。有了它，无论生活以后砸下什么石头，我都无需再低声下气。接下来就是买房了。小夏，这套房2室1厅，80平米，面积是小了点儿，但最重要的是离车站、地铁站都特别近，采光也好，更是咱们城里最好的小区。好，我再看看。你现在看房可比以前挑剔多了，前几天带你看的那几套，你连鞋都没换就走了。以前就是太不挑了，所以我吃够了亏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再将就。放心吧，姐给你挑的都是最好的。这小区都是大平层，唯独留了这一层小户型的，抢手着呢。你又乱花钱。好，就这套了，全款，今天就可以签合同，爽快，没问题。妈，我有一个惊喜要告诉你。妈的车晚点了，又不让我去接她，那就做几个她最爱吃的菜当夜宵，她一定很高兴。怎么会错呢？是这个密码呀。楚总，你先自己站好，我再试一下。妈，楚总，啊，你谁啊？楚总，609，对不起，小姐，我喝了点酒看错了，我以为是909，非常抱歉。念啊，这2个人是谁啊？妈，你来啦！他们是住楼上的邻居，走错门了。对不起，您看需要我怎么补偿您吗？要不你留一张我的名片。不用了，你们走吧，我这也有事儿。这位小姐真是漂亮又善良啊。好的好的，
感谢你。别，这个沉，你手别弄脏了。妈，弄脏了就洗，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。这房子不大，但亮堂，小区也清静，楼下坐车更方便，比以前好。妈喜欢就常来，别总住乡下。主卧我都收拾好了，床和被子都是新的，以后这房间就是你的了，想来就来。我一个人在老家挺好的，哪能天天往你这儿跑，还给我留主卧？不要，你自己睡。妈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把您往杂物间赶了。赵姐，您怎么想起来和我打电话了？不是说最近业务特别忙吗？忙也得八卦呀。小夏呀，你猜我今天带人看房子的时候遇见谁了？谁？沈杰和他妈，他们现在一家在城中村里租房子住，天天鸡飞狗跳的。他妈还嫌房子小，天天骂沈杰没本事，沈杰当场摔了筷子，母子俩吵到大半夜，邻居都报警了。他们的事情早就和我没关系了。赵姐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我这儿正忙，先挂了。好嘞，我客户也来了，挂了挂了。念啊，你妈，以后他们的鸡飞狗店再也不用我们去收拾了。沈宁，妈妈，嫂子，不，夏念姐，有事吗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你。我一直想跟你说句对不起，以前在你家我太不懂事了，总觉得那是我哥家，我妈也在，我带甜甜回去住理所当然。你妈来了，我还觉得她是外人。她住杂物间，我其实知道那里面又小又闷，可我没吭声。甜甜把全家福画坏的时候，我也只想着偏袒孩子，别让事情闹大。现在我妈住到了我婆家，天天挑剔吵架，沈杰那边也一团乱。我妈寄人篱下才明白，别人愿意让你住是情分，不是本分。夏念姐，那天你妈被赶走，心里应该特别难受吧？我不求你原谅，我就是欠你和阿姨一句道歉。这句话你应该记住，不是每个人都会一直让着你，也不是每个老人都活该被人看轻。妈给你们丢脸了。甜甜还小，你以后好好教她，别让她觉得毁了别人的东西，伤了别人的心，只要说一句孩子小就能过去。我知道了。甜甜跟夏阿姨道歉。阿姨，对不起。以后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吧。替我跟阿姨也说声对不起。这次的中秋，再也没人阻止我和妈妈一起过了。夏念，我可算等着你了。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夏念，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找你。医院说我得了冠心病，要总跑医院，长期吃药。你看我这手，沈杰那点工资根本不够花。你现在日子过好了，手里也有钱，就当可怜可怜我这个钱婆婆，借我5万块钱治病行不行？哼，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我们已经离婚，我没有义务给你钱。治病的事儿，你该找你儿子女儿。夏念，怎么着我们也婆媳一场，这点钱你都不肯借，你也太没良心了吧！妈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闹，我不闹怎么办？你挣那点钱连我吃药都不够，他夏念住大房子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凭啥不管我？我最后说一次，你再在这丢人现眼，我们母子俩就彻底断绝关系。以后你是死是活，我一概不管。儿子，回家。夏念，对不起，你等我一会儿。师傅，去幸福小区。
夏念，这段时间你过得还好吗？很好。我就知道，离开我，你肯定能过得好。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我们大学刚认识的时候，那时候图书馆占座，你总坐靠窗第3排，我故意坐你旁边，跟你借笔借橡皮。冬天下大雪，你宿舍楼下的路滑，我揣着热奶茶在楼下等你半小时，就为了送你去上课。那时候我跟自己说，这辈子一定要对你好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可我太糊涂，我任由我妈欺负你，任由我妹占你的便宜，连你妈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我都逼着你忍。是我把好好的日子做没了，对不起，夏念，真的对不起。我反思了很久，我知道了我的问题在哪里。我们还有没有重新开始的机会？没有。沈杰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我劝你也向前看，我们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夏念，我把你弄丢了，我把最爱我的人，把好好的家，全都弄丢了。都怪我太自私，太糊涂。妈，说了我来弄，你非要忙前忙后的，快坐下歇歇。过节嘛，就得热热闹闹的，妈看着你吃得香，比什么都高兴。妈，中秋快乐！以后咱们年年都一起过。好，年年一起过。其实妈以前总担心，怕你在沈家受委屈，又怕你离婚了日子不好过。现在看着你把日子过得这么稳当，我这颗心啊，总算是落地了。以前是我傻，总觉得忍一忍就能万事大吉，后来才明白，日子不是忍出来的，不值得的人该放就放，该守住的底线半步都不能退。是啊，人这一辈子，谁还没走错几步路？怕就怕明知道错了，还硬扛着不肯回头。你能及时醒过来，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比什么都强。以前总觉得结婚了就是家，现在才懂，有妈在的地方才是我真正的家。只要你幸福，妈就开心。人生海海，难免遇人不淑。好好爱自己，爱家人，就总能穿过风雨，撞见属于自己的月圆。谁在这时候过来？谁啊？中秋节快乐，609小姐。